嘿，大家好，我是大明。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已经持续发酵了好几天了。这起事件对于所有的管理者而言呢，都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单一事件的处理，更是对组织文化、价值观以及人才管理的全面考量。成也与灰，败也与灰，这句话在本次事件中显得格外的刺眼。董宇辉这个名字如今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员工的身份，他成为粉丝们的偶像，丈母娘的精神寄托。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东方甄选的一个销售员，更是东方甄选品牌形象的一部分，是东方甄选文化的象征。在本次事件中，东方甄选处理的方式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董宇辉的评价和待遇是否公正合理。东方甄选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董宇辉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的销售业绩，更在于他为品牌带来的无形资产。他的知识、才华和人格魅力呢，已经成为了东方甄选吸引粉丝重要的因素。你说说，这就好比是什么呢？你以为丈母娘缺大米吗？丈母娘楼底下可以买到大米吗？丈母娘在超市里可以买到大米吗？那为什么丈母娘蹲在直播间愣是买了4袋大米？所以丈母娘不是在买大米，丈母娘是在为情怀买单，在为董宇辉侃侃而来的精彩文案买单，在为他诗词歌赋买单。在消费者心中，董宇辉已经成了品牌的一个部分，他的形象、他的声音、他的才华都成了品牌的标识。因此任何对董宇辉的不公待遇都可能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和抵制。小孙说，你们不要再为辉辉感到难过、感到生气了。辉辉都拿了几千万了，你觉得他拿的多吗？你看看这几天这个高途的老板，这几天这个高兴的呀。在没有辉辉之前，东方甄选的直播间是不是跟高途的差不多就几个人。你再说，在没有辉辉之前，东方甄选一个晚上成交有多少？有了辉辉的火爆，东方甄选的这直播间从几百人、几千人一直到10万加。你看看这个股价一路飙升，变成了几百亿的市值这是谁的贡献对不对？那你说董宇辉的这几千万拿多了吗？各位所以如果你几千万给了一个销冠，那确实给的够了。但是董宇辉他是王牌产品，他是王牌的 IP他是一个你能够从初级直播间变成顶流直播间的关键因素。所以还是人家高途的老板看得清楚，说辉辉不是用来挖的，辉辉是用来爱的。那么东方甄选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咱们不说老于、小孙、小编、辉辉的战壕战队的问题我们不瞎猜，对不对？反正我是看到了这次事件，就是老于没有经营好自己的这个私欲，让一家公司陷入了一个被个人左右的那么一个状态。你试想下如果东方甄选在私域里面沉淀了有500万加这个用户，那么你说这次小作文事件背锅下台的是谁呢？或许就不是 CEO 小孙了。当所有人都在议论说董宇辉和东方甄选因为小作文事件涨了多少粉儿，或者掉了多少粉的时候，我只关注一点，就是他们的私欲。大家想一想如果因为喜欢董宇辉的朴实无华和渊博的学识而连接到这个私欲，会发生什么样的
奇妙现象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再让丈母娘去复购，去选这个东方甄选的这个产品，并且啊，体验他家的客服，体验他的服务，售后，慢慢的养成一个信任的一个购物的习惯，并且啊，一直让你感觉，这个体验非常好，产品呢还不错，这样是不是慢慢的就稀释了这个董宇辉的个人 IP 呀？所以啊，一个这个真正的公司，如果真要留住你的客户，一定要经营好你自己的这个私域，让你的私域体系和整个极致化的服务呢，为这些客户的复购和裂变做好准备，而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形成这样的一个饭圈文化。董宇辉能够单挑一家上市公司并取得的胜利，这也是饭圈文化的胜利，也代表了电商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个人 IP 的私域时代。相比传统的大品牌，个人 IP 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获得相当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对于从事私域电商的人来说呀，个人 IP 的建立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咱们这个小作文的这个事件的时间线，咱们一起复盘，看看很懂危机公关的东方甄选啊，这次为什么突然不灵了？本次事件中，这个东方甄选啊，到底做错了什么？东方甄选啊，在其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则关于东方甄选吉林行的预热视频，并置顶了宣传文案出自谁手的解答评论，称经典小作文多数由文案团队创作，并非全部出自主播之手。此番言论引起董宇辉粉丝不满，有网友回怼称，俞敏洪都说山西小作文是董宇辉写的，到底是你说谎还是俞敏洪在撒谎？随后呢，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啊持续发酵，在网络引发一场不小的风波。东方甄选 CEO 孙东旭在直播间和视频内容中持续的辟谣啊，明确表示董宇辉参与了文案写作，公司的成功离不开董宇辉的突出贡献。然而啊，孙东旭也强调了公司内部有着明确的分工，不应该出现捧杀和拉踩的现象。在当天的另一场直播中啊，董宇辉本人也短暂的回应了运营小编邀功的行为，认为小编自以为很懂业务的胡回复。董宇辉借讲述团队线下打雪仗、娱乐玩闹，展现团队内部负面情绪啊已被化解，仍然团结友爱。东方甄选运营小编啊，这个时候还是不服气，再次对网友留言称，本来就憋屈，这次评论区啊乌烟瘴气，不能忍。宇辉昨晚镜头前说，小编自称很了解业务，胡回复。小编跟主播合作愉快是一回事儿，但小编没有胡回复。你说这不是就开始怼上了啊？随后啊，这个小编列举了数篇原创文案写作过程，既有团队独立创作，也有主播合作创作。那这个时候啊，这个董宇辉的这个粉丝啊，可不干了。紧接着时间就来到了12月11日的晚间，这个高途佳品的直播间啊，被董宇辉的粉丝刷屏了。不少头顶甄选团的橙色灯牌的网友啊，涌入了这个高途直播间报道，直呼东方甄选送来的泼天富贵，你们要接住啊！与前日2.7万人相比啊，高途佳品直播间在线观众达到了60万人。12月12日早上7点半开播，甄选团网友依然源源不断地融入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啊就达到了5000人。
而就在2天前，这个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峰值还不到100人，你说差的是不是有点多呀？甄选团的粉丝啊，涌入高途直播间，并不是要跳槽支持高途，而是这些自诩为董宇辉丈母娘的粉丝们，以爬墙的行为在向东方甄选叫板。他们认为东方甄选背刺董宇辉，这些粉丝可不是好惹的呀。他们认为东方甄选对董宇辉不公，所以呢，决定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他们涌入高途直播间，就是为了让东方甄选看看，他们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当日，东方甄选股价大幅下跌，跌涨幅达负的7.13%。紧接着呢，12月12日，孙东旭再次就小作文风波做出正面回应。孙东旭表示，我首先要批评公司的小编，工作是有情绪的，可以理解，但是沟通方式不对，更不能带着情绪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我非常理解宇辉，是小编做的不对。同时孙东旭也承认，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荣辱与共、相互成就的。然而，由于自己的疏忽，没有注意到内容编辑团队的不满情绪呢，导致了董宇辉在12月10日拒绝上播。他同时批评董宇辉情绪化表现，认为任何内部问题都不应该影响直播的既定安排。既然粉丝对此不买账，东方甄选直播间的流量仍难以恢复，股价仍在下跌。紧接着就来到了12月13日凌晨，董宇辉在其抖音账号发布图文回应小作文风波。他再次详细叙述了自己和团队文案创作过程的分工情况，同时表达了对公司转型创业艰难的支持。同时呢，他表达了不是公司的本意，也不是粉丝的本意，不想喧宾夺主，不愿过多的回应。但粉丝并不完全买账，孙东旭和董宇辉同时还批评了饭圈，让部分丈母娘粉丝倍感失望，直指是粉丝积极支持才有了东方甄选的今天，也正有了粉丝的支持呢，才让小作文事件倒逼公司内部矛盾较快解决。但东方甄选的主播和高管呢，反而指责粉丝是饭圈，有卸磨杀驴的嫌疑。当日这个时候，东方甄选的股价继续下跌，涨跌幅达到负的12.96%。东方甄选可是港股上市公司这次事件对他们的市值管理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从12月11日开始，他们的港股连续3天都在下跌。你们想想看，从12月8日收盘价33块6毛5港元，一直跌到12月13日的收盘价27块2港元，那股票价格累计下跌了19.2%，整体市值蒸发了超过30亿港元。可见粉丝的力量不可谓不团结呀，可是真厉害啊！给你们点一个赞，这简直就是损失惨重。直播间损失也不小，12月12日，东方甄选直播间观看人次才是794.1万，跟12月9日最高观看人次比起来少了近900万呢。而且从12月10日到12日这3天，直播销售额也从最高峰的5000万到7500万降到了1000万到2500万，只剩下高峰期的1/4了。更惨的是账号粉丝数也减少了将近10万。这次事件还让东方甄选的品牌形象大受打击。最让消费者受不了的是，他们对消费者的诉求视而不见，甚至蔑视消费者。其实大家想想实际上只需要董宇辉向饭圈公开明确文案创作过程，把自身的才华光环卸去，饭圈就能平静的接受。这样一来风波就会平息，
东方甄选也许还能够开始有力的推动旗下主播矩阵的发展。然而，不知道是东方甄选基于顾虑，还是董宇辉个人的不情愿，始终难以迈出这一步。那时间呢，就来到了12月13日的凌晨，这个时候董宇辉才开始发声。董宇辉同时也将社交媒体的个人签名从曾经是老师，现在是销售员，改成了勿意、勿必、勿顾、勿我。东方甄选的定海神针俞敏洪也于12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这个视频发声，承认了是公司内部的一件小事情，因为处理不当变成了汹涌澎湃的舆情，并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尽管东方甄选的股价已经止跌，但这次小作文风波给其未来的业务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12月15日，东方甄选发布了直播预告，在宣传海报中，这个董宇辉的身份变成了东方甄选高级合伙人。此前，俞敏洪在直播中表示，未来董宇辉一直有话语权。不过董宇辉高级合伙人的身份能有多大的话语权还未可知。外界普遍认为，董宇辉高级合伙人的身份偏向虚指。这个在老罗直播的时候，就是罗永浩透露了收到了2个可靠信息，其中一个来自于平台，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东方甄选的高管。对方表示董宇辉已经收到了天价的待遇，虽然具体数字不得而知，但绝对是数额巨大。罗永浩表示自己相信董宇辉应该得到了非常优厚的报酬，这对支持董宇辉的人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在董宇辉归来之际，东方甄选 CEO 孙东旭则正式退居幕后。据一些报道说董宇辉在东方甄选持股比例现在是0.5%。东方甄选在公告中表示，孙东旭的职务变动反映了近期对公司品牌及声誉管理不善，孙东旭退出该职位将能够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在与董宇辉2选1人事风波中，孙东旭最终为公司一系列行为背锅买单。有高人说俞敏洪想让东方甄选摆脱现在的困境，办法很简单，就是搞的这个合伙人制度，就是从董宇辉这儿开始破局，让他成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组建新的团队，直接向俞敏洪和董事会汇报工作。这样一来董宇辉就成了这么一个标杆，这样既解决了员工晋升的问题，还能通过合伙人的制度吸引外部知名主播加入。俞敏洪这招实际上是挺高明的，既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又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受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的影响，截止到12月18日的下午5点，那么7天时间内，东方甄选的粉丝从3100多万掉至2896.3万，减少了200多万粉丝。那董宇辉抖音账号的粉丝数从1300万涨至2153.8万，增加了830万粉丝。俞敏洪挥刀斩马谡之后，东方甄选的股价迎来了暴涨，东方甄选涨了22.71%，报31.95港元。在经历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的这个波折之后反正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品牌还是个人，诚信和专业都是长久发展的基石。俞洪敏的果断决策虽然
短期内带来了粉丝的这个流失啊，但却赢得了市场的信任和关注。那股价的这个暴涨啊，正是市场对这种诚信和专业精神的一种认可。我们期待东方甄选能够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更加注重品牌建设和消费者关系的维护，为消费者带来更加的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啊，我们也期待董宇辉、小灰灰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影响力，为电商行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创新。小灰灰，我看准你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拜拜。